做无用功和打太极拳，过度扩张的印度外交遭到中国当头一棒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延绍。2023年对印度来说是外交元年，因为印度同时成为了 G20 和上合组织会议的主办国。再加上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莫迪政府的态度受到了西方空前的重视，美国还有拉拢印度打压中国的需要。印度自以为已经变成了与中国和美国同等重要的一极，想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，也就是与中国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地位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印度组织的 G20 会议玩出了新高度，竟然将主办地放在了与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有领土争端的克什米尔，结果遭到了中国当头一棒。在中国拒绝参加之后，沙特、土耳其、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官方呢也随后跟进，印度邀请的马来西亚、埃及和阿曼也没有参加，这也预示着印度举办的 G20 会议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，就会发现莫迪政府的外交非常魔幻，也不知道中国这一棒能不能让其清醒。莫迪老先最近很忙，先是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，七国集团与印度的外联活动将围绕3个正式会议展开，涉及食品健康、发展、性别平等、气候、能源、环保和和平、稳定与繁荣的世界。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原计划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峰会，印度借此机会来展示自己是制衡中国的一个力量。然而，由于拜登匆匆忙忙回国处理债务危机，让外界开始嘲笑取消悉尼峰会是4方机制命运的预兆。别急，莫迪老先还有一场盛会，也就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同主持印度太平洋岛屿合作论坛会议。这个会议的机制在沉睡10年之后苏醒了，也是印度人大国梦的一部分。然而残酷的现实是，印度与14个太平洋岛国国家的贸易加起来也不过2.5亿美元左右。简而言之，中国外交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西太平洋地区更加积极主动。美国似乎在鼓励印度在那里打个酱油，而莫迪呢就真的去了。拜登的太平洋岛屿之行被认为是美国与中国对峙的一场权力游戏，中国在这里下了一个棋子，可以说是与美国外交影响力竞争的需要。而印度有必要去忙吗？这个很难让人理解。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印度的大国外交梦呢？可以说他们完全沉迷于太极拳、自大和精疲力尽。太极拳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在外交上主要表现的就是各方都不得罪，而印度应用太极拳外交，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各方都不得罪。正面解读呢是充分利用外部的环境发展自己，其缺点就是立场不明确，四处和稀泥，难以成为受尊重的一方。印度外交的第2个特点是自大，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强大，可以为所欲为，所以才有了把 G20 峰会放在克什米尔的玩法。其实不管是 G7 会议还是美日印澳4方机制，印度都是美国的棋子。莫迪自以为是棋手，而且在南太平洋岛国那里下了一手，当然这是个东施效颦的笑话。印度的自大还体现在对华态度上，非要把边境问题的解决当成是2国关系改善的前提，要求中国军队主动撤出，这完全是在做梦。印度外交的第3个特点就是精疲力尽，也就是毫无秩序的瞎忙。中国外交部天天加班，那是有中美战略竞争的需要，而且有自己的重点工作，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外交成就。印度人似乎什么事都参与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是似乎呢又毫无建树。总体而言，印度外交似乎已经陷入了大国迷思，不知道中国拒绝参加 G20 会议会不会让莫迪政府清醒，
因为我们真的不能以正常思维来看待这个国家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